嘿，咱今儿就来聊聊汽车这点事儿啊。你想啊，有些豪华车价格那可老贵了，是普通车2倍呢。可说实话，它实际价值也就普通车的1半。咱今天专门来扒一扒那11个款称高端的汽车品牌。我跟你讲，他们就是在便宜车上贴了个贵标签，玩虚的呢。这名单上的车溢价那叫一个疯狂啊！排第一的那个简直就是把人家一个豪华品牌几十年攒下来的好名声都给毁喽。就这么回事儿。要是你没注意这些猫腻，可能多花13000美元买的其实就是同一辆车，只不过车标看着高级那么一点儿。我跟你说啊，为了搞清楚这些，我们可下了大功夫，专门去车主论坛里看大家的讨论，研究车子的折旧数据，还仔细看平台上的各种规格参数，就为了找出那些最坑人的例子，把贵标签贴在普通金属壳子上，这不是忽悠人吗？有些例子能惊掉你下巴，还有些啊，真让人琢磨不透厂家咋想的，还以为能这么糊弄过去呢。咱也不多啰嗦了，直接开整。嘿，到这儿事儿就有意思了，这实际上是徽章工程很少见的成功例子之一。啥意思呢？其实林肯 Mark LT 本质上就是福特 F150，只不过它装了更豪华的格栅、镀铬装饰，座椅还是真皮的。这林肯 Mark LT 在美国是从2006年生产到2008年，在墨西哥市场一直生产到2014年。说起来挺让人琢磨不透的。二手的 Mark LT 价格比同类型的福特 F150 King Ranch 或者 Lariat Crew Cab 要高出差不多2000美元。现在这市场车贬值贬得厉害，都到曲线底部了，可这林肯的徽章还是能让车有溢价。就那些想买豪华皮卡但又不想花买 Navigator 那么多钱的人，就特别喜欢它。不过咱也得把事儿说清楚了哈，这 Mark LT 和 F150 发动机都是一样的 5.4 升 V8 发动机，底盘也一样，拖拽能力也没差别。Mark LT 呢多了个电动隧道盖，内饰用的是升级版真皮，前格栅是标志性的镀铬瀑布式。新车的时候为这些配置多花点钱还算值，可现在二手市场这么买可能就不太划算了。要是你能找到一辆车况不错的 Mark LT， 那倒也可以考虑考虑。第10名，斯巴鲁 Solterra 与丰田 BZ4X 电动界表兄弟大揭秘，斯巴鲁 Solterra vs 丰田 BZ4X 谁更值？Hello， 大家好，今天咱来聊点有意思的，想买纯电 SUV 是不是看花了眼？今天这两位可是关系不一般，他们就是斯巴鲁 Solterra 和丰田 BZ4X， 妥妥的企业孪生兄弟。你可能会问，兄弟，那我选谁不一样啊？哎，这可就大有讲究了。他们俩就像是穿了不同衣服的双胞胎，底子那是一毛一样。先唠唠这俩兄弟的出厂设置，说白了，这俩车就是丰田和斯巴鲁一起搞出来的换壳车。共享的心脏都用的是同一个 72.8 度的电池，跑起来续航里程都差不多。官方说能跑个227英里，差不多360公里，电耗效率也几乎不分高下。共享的钱包价格也差不了太多，丰田 BZ4X 入门价低那么一点点，只要37000多，斯巴鲁 Solterra 要38000多，就差1000多块。哎，等等，斯巴鲁凭啥贵1000多？这钱花在哪儿了？这就是今天的重点了，多花的钱到底买了啥？读一份。别小看这1000多块，斯巴鲁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就看你需不需要。4驱是标配，前驱是选装，这是最实在的一点。斯巴鲁 Solterra 全系标配4驱，甭管你买哪个版本，4个轮子都能给你使劲儿。但丰田 BZ4X 的基础版是前驱的，4驱得你多掏钱选装。说白了，丰田让你按需付费，斯巴鲁让你一步到位。神级辅助 X 模式标配，这个 X 模式简单说就是个越野辅助模式。尤其在走烂路或者下陡坡的时候，它能帮你把车稳稳控制住，开着心里特踏实。这玩意儿斯巴鲁是标配，丰田想得加钱。离地间隙高那么一丢丢，斯巴鲁的底盘离地高度是83毫米，丰田是81毫米，就高那么2毫米，可能在烂路或者过坎的时候心里能稍微踏实点，感觉底盘不那么刮。车主怎么看？吵起来了。网上这俩车主的讨论那叫一个精彩。丰田车主说，我图啥？我图个便宜啊，而且我就在大城市跑，路况好，前驱足够了，还更省电，香。斯巴鲁车主说，你懂啥？我多花这点钱买个4驱和 X 模式图个安心，万一哪天我想去个郊外或者碰个雨天雪天，我这车从容不迫，这钱花得值。说白了，一个追求经济实用，一个追求全能保障，看你个人需求，还有个隐藏彩蛋。这个你可能想不到，美国那个最权威的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IHS 给 Solterra 颁了个顶级安全家大奖， BZ4X 反而没拿到，这说明在安全性上斯巴鲁的版本确实表现更出色一点。最后咱唠句大实话，咱把话放这儿，这俩车就是最典型的贴牌工程，平台一样，电机一样，电池供应商一样，甚至连充电速度都差不多。他们就是在同一家工厂里出生的亲兄弟，谁也别想指着续航或者充电速度去封神，实力半斤八两。所以结论是啥？这多花的1000多块钱买的是一个省心和安心。
你花钱买的是斯巴鲁直接给你的那些标准配置，而在丰田那边这些东西你可能得掏更多的选装费。如果你就图个代步，前驱够用，那丰田性价比高。但如果你对通过性有点要求，或者就喜欢四驱带来的安全感，那多花1000多直接上 Solterra 绝对不亏。第9名 SAB 92X 和斯巴鲁 Impreza WRX。 当年通用汽车短暂的持有了斯巴鲁的股份，这时候就有人脑子一灵光，想着弄出个瑞典版的拉力赛血统 Impreza WRX 旅行车。结果呢 SAB 92X 就这么诞生了，车迷们还亲切的给它起了个外号叫 Sabaru。 刚看到这玩意儿的时候呢，那眼睛都直了，完全不敢相信啊！这 SAB 92X 就生产了2年，2005年和2006年之后，萨博就不造它了。这 92X 在内饰材料上做了升级，还多弄了些隔音的措施，悬挂系统也重新调校过，开起来或者坐起来能稍微精致那么一丢丢。不过呢，它底盘呢可还是纯正的斯巴鲁味儿，一样的涡轮增压水平对置4缸发动机，一样的对称全时四驱系统，还有那拉力赛的传承都在呢。价格方面，萨博毕竟是高端品牌嘛，定价就摆在那儿。基础款的 92X Linear 起价差不多2.2万美元，要是搭载了完整 WRX 动力总成的 Aero 车型，那就超过2.6万美元喽。再看看同级别斯巴鲁车型，价格能低个3000到4000美元呢，这销量啊很快就不行了。大多数想买涡轮增压斯巴鲁旅行车的人，直接就去买真正的斯巴鲁车型了。不过现在呢，这 92X 在那些喜欢奇特性能车的车迷里头，还形成了一种小众追捧文化。在二手市场上，保存的好的车价格还挺坚挺的，这可不是因为它就是个贴牌的斯巴鲁，恰恰就是因为它这样，你既能享受到 WRX 的性能，又能体验到萨博独特的个性，这就吸引了那么一批特定类型的发烧友。但咱也不能装糊涂，这说到底就是企业没办法了搞出来的功利贴标行为。第8名，道奇 Hornet vs 阿尔法罗密欧 Tonale。 这对假兄弟有点意思。嘿，朋友们，今天咱们来聊聊一对挺有意思的假兄弟，道奇 Hornet 和阿尔法罗密欧 Tonale。说白了就是 Stellantis 集团玩了回换壳术，拿阿尔法罗密欧的平台贴上道奇的标，整出了这台 Hornet。 别看是换壳，这台 Hornet 还真有点东西，价格就很香。作为2023年的新车，它的起售价大概3万美元，而它的真兄弟阿尔法 Tonale 要4.4万，差了1万多呢。这性价比一下就上来了。而且你别以为它是简单的套娃，外观设计完全是另一套思路，很有道奇自己的风格，这点挺好。动力上哥俩倒是完全一样，都用那台 1.3T 的发动机加上电机，加起来马力有285匹，开起来还是挺有劲儿的。但是重点来了，这车有个不小的槽点，电子系统有点抽风。很多媒体在试驾 Hornet 的时候都遇到了不少奇葩事儿，车机死机，屏幕黑屏，蓝牙连不上，简直是把人逼疯。最逗的是啥？开着那个亲兄弟阿尔法 Tonale 的媒体反馈说这类问题少多了，这就有点尴尬了。为啥呢？可能是道奇自己搞的软件集成有点毛病，或者试驾的这批是早期工程车，出厂时毛病没修干净。不管咋说，这都是个隐患，开起来的感觉也不太一样。阿尔法 Tonale 一听名字就知道，调校的更偏向运动，操控感更强。而道奇 Hornet 呢，明显更懂咱们老百姓，日常开起来更舒服、更安逸。这俩车骨子里是一个东西，就相当于一个是穿西装的运动健将，一个是穿 T 恤的肌肉男，换了身衣服而已。所以 Hornet 这车优点是价格实在，性价比高，但缺点也很明显，可能有点小毛病。如果你不在意这些潜在的电子问题，想花更少的钱买个有点个性、带点美式肌肉范儿的跨界车，那它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得记着，你脚下这台美国车血管里流的可是意大利的血啊。第6名，雷克萨斯 GX 和丰田兰德酷路泽。今天咱们来盘一盘2024年最火的2款硬派越野 SUV， 雷克萨斯 GX 和丰田兰德酷路泽。这哥俩一个姓雷，一个姓丰，关系可不一般。划重点，丰田把兰德酷路泽这块金字招牌给请回来了。不过这次它变得更精炼、更亲民，主打一个小而美的越野路线。而它的豪华兄弟雷克萨斯 GX 也在同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血缘关系有多深？这么说，俩车都诞生于丰田最新的 TNGA 平台，轴距完全一样，甚至就连侧面那块车身钣金都是共享的。说白了，你俩骨子里是同根生，只是穿了不同的衣服，那差价到底在哪儿？咱们先看官方指导价：一、丰田兰德酷路泽起售价 5.7 万美元，约合41万人民币；二、雷克萨斯 GX 起售价 6.29 万美元，约合45.5万人民币，入门级差价6000刀，感觉还行。别急，这只是开胃小菜，当你选到顶配，差价能轻松拉大到 1.5 万美元，约合10.8万人民币。
钱花在哪儿了 ？GX 凭啥贵？雷克萨斯 GX 的贵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动力猛，它的顶配车型塞进了一台 3.4T V6 双涡轮发动机，马力高达349匹，听着就带劲。二、空间大，它标配了3排座椅，妥妥的7座布局，妥妥的奶神神车。三、体验好，内饰用料更高级，隔音效果更好，关键是保修期更长，开起来更有豪华感。但是重点来了，雷克萨斯没告诉你的是，丰田兰德酷路泽有2个王牌是 GX 比不了的。王牌1，省油，真省。兰德酷路泽用的是 2.4T 混动系统，官方油耗市区22 mpg 约 10.5L 每100公里，高速25 mpg 约 9.4L 每100公里，而 GX 市区15 mpg 约 15.7L 每100公里，高速21 mpg 约 11.2L 每100公里。5年开下来，这油费差距可不是小数目，能省出一台不错的手机了。王牌2越野标配，这才是硬核玩家的最爱。兰德酷路泽全系标配了岩石攀爬模式、蠕行模式和下坡辅助，这些越野利器在雷克萨斯 GX 上只有最顶配的 Overtrail 和 Overtrail Plus 才给到，也就是说，你买入门版 GX 想玩硬核越野，对不起，没门。而丰田把这玩意儿当标配送给你，主打一个你不一定能用上，但你不能没有。说点大实话，为啥雷克萨斯卖这么贵，丰田又为啥这么厚道？其实丰田心里门清，他们把兰德酷路泽定位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性产品，用更强的性价比、更省的油、更扎实的越野基本功来抢占市场，顺便为自己的豪华品牌雷克萨斯铺路。所以雷克萨斯 GX 的溢价很大一部分并非来自顶尖的黑科技，而是品牌的光环，它逼着你多花钱买高配，才能享受到和兰德酷路泽入门版同等的越野性能。一句话总结，如果你追求极致的性价比、日常使用的经济性和强悍的越野能力，丰田兰德酷路泽简直是水桶车，啥都给你。但如果你就是冲着雷克萨斯那个 L 标，想要更好的内饰、更长的保修和7座空间，并且愿意为品牌溢价买单，那 GX 也是你的菜。不过也要提醒一句，现在市场上丰田兰德酷路泽加价现象严重，这点可能会让它的实际价格优势缩水，所以选谁还是看你兜里的预算和心里的天平更倾向哪一头了。排名第5，英菲尼迪 QX60 和日产探路者。嘿，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2款特别亲兄弟的车，英菲尼迪 QX60 和日产探路者，他们简直就是换壳的典型代表，底盘心脏 3.5L V6 发动机，甚至连 CVT 变速箱和4驱系统都一模一样，马力也都是295匹。但问题来了，2024款 QX60 起价要49000多，探路者才36000多。这一下子就差了13000多美金，将近10万人民币的差价，这钱到底花哪儿去了？值不值？咱们掰开揉碎了说。你多花的钱买来了面子和里子，你想想13000多能换啥？一、更高级的内饰 ，QX60 的内饰明显更精致、更豪华，用料也更讲究。二、ET 缝真皮座椅，坐上去的质感和舒适度，探路者完全没法比。三、更唬人的外观 ，QX60 的设计更时尚、更大气的，开出去气场就是不一样。四、一些贴心配置，比如全景天窗、无线充电、更大的中控屏，这些都是 QX60 的标配。探路者享有这些，可能得上顶配，但就算顶配，价格还是比 QX60 便宜不少。但是钱多花了，却有个地方缩水了，啥？花更多钱买到更差的功能。没错，我说的就是载货空间，这一点真的有点让人想不通。探路者的后备箱简直是巨无霸，所有座椅都用着能装166立方英尺的东西，而 QX60 呢才145立方英尺，也就是说你花更多的钱却买了个更小的后备箱，拉大件东西反而没探路方便。你说气不气人？除了空间，还有一个老问题，可靠性。这辆车都用了同样大名鼎鼎的 CVT 变速箱，日产的 CVT 嘛，大家懂的都懂，一直是可靠性方面的槽点。虽然 QX60 也一样，但英菲尼迪给了个更长久的保单，动力总成保修6年每7万英里，而日产只有5年每6万英里。所以你看，多花13000，你换来了更豪华的内饰、更强的品牌面子以及更长的保修期，但代价是你的后备箱变小了，而且还得跟探路者一样 ，CVT 的潜在心病也一并继承了。最后总结一下，要说值不值，这就得看你图啥了。一、你图豪华面子，家里人也追求乘坐质感，不差钱，那 QX60 确实能给你更好的体验。二、但你更看重实用，经常需要拉货载物，想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儿，那探路者简直是性价比之王。所以这俩车怎么选，就看你的钱包和你的心头好了，你更看重哪一面？评论区聊聊。第4名，大众 Rutan 和道奇 Grand Caravan。
咱先从2009年到2012年那会儿说起，大众在美国卖了一款迷你厢式车，叫路坦。其实啊，这玩意儿就是贴了大众标志，换了个仪表盘的道奇大篷车，就这么简单。它俩用的都是克莱斯勒平台，发动机都是3.8升 V6 的，还都配备了克莱斯勒那招牌的折叠座椅系统，价格就能说明问题啦。基础版的路坦起价差不多26000美元，可配置差不多的大篷车只要22000美元。你瞧瞧，多花4000美元就买了个挂着大众标志的克莱斯勒迷你厢式车。路坦的内饰材料是稍微好那么一点，但本质上就是穿了件德国外衣的道奇。咱就纳闷了，大众为啥要这么干呢？原来啊，大众想弄一款适合美国市场的迷你厢式车，但又不想投入开发成本，而克莱斯勒呢，产能过剩。从商业角度看，他俩这么合作倒也合理，可对大众的品牌形象那打击可太大了。那些买大众车的人本来盼着的是德国的工程技术和制造质量，结果发现自己买的路坦是在加拿大安大略温莎和道奇共用一个工厂组装的，这谁受得了啊？感觉自己被背叛了。这销量啊，自然是惨不忍睹。大众怎么都摆脱不了卖高价克莱斯勒产品的印象。路坦勉强撑过4个车型年，大众最后没办法，只能放弃停产了。再看看道奇大篷车，人家一直卖的挺好，为啥呢？因为它实实在在的不藏着掖着，而且定价也合理。路坦这就是徽章工程的典型反面例子，根本没有真正的工程差异化，设计改动也少得可怜。就因为前格栅上贴了个大众徽章，价格就抬高了。一般来说，多数徽章工程车型里，豪华品牌多少还会想办法让产品有点区别，可大众倒好，几乎没怎么上心。第3名，2026款日产 Rogue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30 Outlander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这事儿现在可正热闹着呢。日产刚推出2026款 Rogue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你知道不？这其实就是30 Outlander 5V 换了个标，日产估计是懒得自己动脑筋研发了。咱说的可不是啥平台共享或者零件通用这些事儿，这完完全全就是最直接的换标工程。他俩用的是一样的插电混动系统，纯电续航也就38英里，座椅都是7座布局，其他方面那也是一模一样。日产呢就把前脸换了换，内饰装饰改了改，然后就叫它 Rogue 了。其实啊，这机械核心都是人家30的东西，咱就纳闷了，日产为啥要这么干呢？原因很简单， Rogue 是他们销量最好的车型，而且现在市场越来越往电气化方向发展，他们急需要一款插电混动车型来竞争。与其自己费劲巴拉的研发非 AV 系统，不如直接用联盟伙伴30的技术，多省事儿。这跟之前推出 Rogue Sport， 也就是贴牌30 ASX 的策略一模一样，这里面有点现实又挺讽刺的。日产靠这个策略很可能会成功，为啥呢？因为他们的经销商网络比30多得多，好多买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买的车搭载的是30的动力总成，他们就只看到 Rogue 这个熟悉的名字，相信这个品牌，根本不会去深究这车子到底是咋来的。汽车媒体一眼就看出问题了，好多媒体都把这款 Rogue Fat 说成是懒惰换标，但日产根本不在乎，为啥呢？因为这是他们快速拿到有竞争力的插电混动车型的捷径啊，在他们最重要的细分市场里，这么做能省下开发自有系统的大量时间和成本，这其实也代表了新时期换标工程的发展趋势。现在开发新能源和混动系统的成本越来越高，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厂商跨品牌共享或者借用这些技术，有时候是为了分摊研发费用，可有时候啊，就是觉得消费者好糊弄，让人家以为买的是日产自主研发的车，实际上拿的却是30的货。第2名，阿斯顿马丁 Signet 和丰田 iQ。2011年的时候，阿斯顿马丁得满足欧洲的排放法规，那他们想了个啥办法呢？直接就用了丰田 iQ。这丰田 iQ 啊，是一前轮驱动的微型车，才97马力。阿斯顿马丁就把这车弄过来，给它贴上了自家的格栅。内饰呢，用的是 IN 的缝皮革，完了卖5万美元。你再看看那丰田 iQ 在市面上也就卖 1.5万美元左右。而且啊，这 Signet 跟丰田 iQ 用的是一样的 1.3 升4缸发动机，配的也是无级变速器，可这价格一下就超过原来的3倍了。为啥呢？就为了挂个阿斯顿马丁的标志，还有用点更高级的内饰材料。要说这机械方面，那完全就是丰田的东西。阿斯顿马丁还想把这 Signet 定位成豪华城市车，说它特别适合在欧洲那些狭窄街道里钻来钻去。那车上的 M 缝皮革座椅还有内饰细节这一块整的确实挺精致，瞅着还真挺符合人们对阿斯顿马丁的期待。但问题是，再漂亮的缝线也盖不住它的本质啊！说白了，它骨子里就是一辆97马力的丰田。这销量啊，那是一点都不意外。Signet 彻底惨败了，这车生产了2年就停产了，在美国一共都没卖出去300辆。不过呢，现在它倒成了一种比较另类的收藏品，也算是阿斯顿马丁历史里挺怪异的一笔。
要是品相好的 Signet 还能卖个好价钱呢？有些收藏家就喜欢它这种荒诞的感觉。这 Signet 啊，代表了贴牌工程里最绝望、最让人无语的那一面。你看啊，至少大多数换标的车还装样子，在工程设计上弄点不一样的。阿斯顿马丁倒好，直接拿了一辆便宜的城市轿车，用奢华材料一裹，就按豪华跑车的价卖。你说怪不怪？居然真有人买，这也足以证明名牌的威力有多大了。第一名，凯迪拉西马龙和雪佛兰卡瓦利尔。这凯迪拉克 Cimarron 啊，在1982年那差点就把凯迪拉克给整废了。那时候欧洲豪华轿车老猛了，像宝马3系和奔驰 190E 把凯迪拉克给逼得没办法，急急忙忙就推出了 Cimarron。可这玩意儿呢，说白了就是贴着凯迪拉克标志的雪佛兰卡瓦利尔，根本没啥本质区别。数据最能说明问题了。从1980年到1998年，凯迪拉克的市场份额直接降了快50%。虽说 Cimarron 不是导致下滑的唯一原因，但它可成了通用汽车徽章工程策略失败的典型代表。你想想啊，哪能拿一辆廉价的经济型车就加了点皮革装饰，就想着让那些想买豪华车的人掏双倍的钱呢？这不是闹着玩吗？凯迪拉克也想补救 Cimarron 的问题，在它6年的生产周期里，又是换更大的 V6 发动机，又是提升内饰材料，还升级了悬挂系统。可伤害早就造成了，根本挽回不了。汽车界和那些想买豪华车的人可忘不了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一辆没劲的4缸卡瓦利尔，还想跟宝马和奔驰竞争，这不就是闹笑话吗？现在啊 Cimarron 都被当成有史以来最烂的车型之一。倒不是说它不可靠或者危险，而是它代表了一种特别让人无语的想法，觉得徽章比车的实际质量还重要。它就是个反面教材，告诉大家徽章工程可不能这么搞。这份名单上的每一个例子，追根溯源都是 Cimarron 犯的那个根本性错误，拿主流产品卖高端价格。其实徽章工程本身也不是啥坏事，共享平台能降低开发成本呢，要是老老实实去做，也能有真正的价值。但有些制造商觉得顾客就因为一个高级标志就会掏豪华车的钱，这不是侮辱咱智商吗？ Cimarron 可让整个汽车行业吃了个大亏。可惜啊，不是所有汽车厂商都从这事儿里吸取教训了。说到那些爱藏问题的豪华品牌，大家不妨去看看咱那个10款没有保修保障就变废铁的视频，里面有些高端车型啊，完全得靠厂家保修来掩盖那些自费维修根本修不起的问题，有些车的贬值曲线那叫一个吓人。